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我跟九九现在在轻轨上，在8点钟的时候，这辆轻轨会停下来2分钟，会有警铃声。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 Yom HaZikaron， 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还要我们为那个以色列祷告，为军人祷告，然后一起来做Shema Israel。以色列我们真神祷告，然后连查票的人都在祷告。那我们现在经过了耶路撒冷的火车站，前面会有一个亮晶晶的弦桥，它会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带大家看，然后可能在3分钟警铃声就会响起来。那它还是有把门关起来，可能还会继续开到下一站，但是这站跟下一站有点远，所以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停在半路中还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就上了这个亮晶晶桥，就是九九说的晶晶桥。这里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蜡烛，好几个蜡烛。再2分钟，九九再1分钟警铃声就要响喽。现在已经7点59分喽。8点钟了，8点钟嘞。啊，有警铃声，但是司机没听到。你看外面的车子，大家都已经站好了，我们车里的人都没有听到哎，可能轻轨的声音太大声了。你看这边的车，它都停下来了。哇，大家没有听到哎！你看这边的警，大家真的没有听到哎，怎么会这样？你看这一车的人有听到，因为他们是停着他们就有听到。来，我们出来，你看他们突然听到，都已经结束了，有点莫名。哇，已经结束了。这边的人坐下来了，因为结束了。轻轨的司机应该觉得很懊悔吧？刚刚没有听到，哇！然后大家就刚刚有 siren， 可是司机叔叔没有听到，所以大家就在补站刚刚的1分钟。好吧，那我们下车了，啾啾。刚刚有 siren， 但是那个司机叔叔没有听到。所以他没有停下来，结果我竟然觉得有点难过，就是司机他没有停下来，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士兵的牺牲，今天不会有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天过阵亡将士纪念日？就是因为明天过完了以后就是以色列的国庆日，所以他就是标准的哀哭变为跳舞。先纪念这些牺牲的人，然后才欢庆他们有一个国家，然后庆祝这个国家的独立。那明天早上11点的时候还会有一次警铃声，那这一次是2分钟，就不是1分钟了。这是为什么只有阵亡将士纪念日是2次的警铃声，像是大屠杀纪念日那次是1次在早上，那阵亡将士纪念日就是2次。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头去看那个亮晶晶的桥，然后再带大家看在耶路撒冷旧城墙上面写着那些为以色列牺牲的士兵们的名字。这就是亮晶晶桥，它有一个蜡烛，跟这边可能也是蜡烛，然后上面用希伯来文字，意思就是要纪念。你有看到蜡烛吗，小朋友？你有看到蜡烛吗？为什么会有蜡烛？因为要纪念，知道吗？呀，蜡烛。
好，我们要赶快去找下一个东西，就是耶路撒冷城墙上面的名字。那这些阵亡将士的人数有多少呢？从我写以色列美角开始到现在，它的数字每一年都在增加。那就包含今天早上也有一个在黎巴嫩打仗的预备兵，也是在所谓停火的状态，也牺牲了生命。那今年的数字是25644人。哇，前面的大卫塔变成蓝色的，好漂亮哦！然后耶路撒冷市政府每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放一个超大的国旗，市旗。有人在放音乐。然后呢，每年这个时候啊，在所有这些纪念军人，包含就是被恐怖分子杀掉的这些受害者啊，他们都会送给他们新鲜的花环，每一个军人或者受害者都有。这就是国家给他们的尊荣。因为这个国家的牺牲，这个国家不会忘记你，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也不会忘记你。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在城墙上面有跑马灯，这都是名字。那我去年的影片有分享过 Sarah 奶奶，她是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然后她的孙子雅 Kir 在10月7号战争发生的时候，在加萨那边去打仗，然后他就在光明节的那个时候很不幸的就阵亡了。他也是这个名单其中的一个人，所以其实这个名单离我们不是那么的遥远。以色列它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你认识的人，他可能就是在名单上面的人。那还有一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去年5月的时候，在华盛顿特区有一个以色列使馆的活动，然后就有一个很疯狂的杀手就去开枪，那有2个以色列的使馆的人员就当场中枪，然后不治身亡。然后其中一个其实就是教会的儿子，教会的人。那其中一个人他叫做亚荣。那我上个月有跟朋友去拜访这个教会的人，然后他就说他的这个儿子啊，他都在美国买了礼物要送给他另外一个儿子的女儿。那个女儿的年纪跟我们家有菲拉的宝宝是差不多大的，他那个时候他就是想要回来给他过生日，他的儿子亚荣永远都没有机会来见他这个外甥女。那这是以色列父母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突然之间接到一个电话，跟他说你不要动，今天不要出门，军方的人会去找你。通常接到那个电话，心里就已经有一个谱了，就是可能自己的孩子就已经身亡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以色列朋友问他说，你最近有没有出国？他说他不能出国，因为他的孙子现在正在黎巴嫩打仗，所以他就很怕突然收到什么电话，然后他没有办法及时的赶到。我有朋友问我说，在以色列就是这个战争对你有什么影响？我说我觉得我更能够体会以色列人的心情，就是明明不正常的事情，像接这些电话根本不正常，可是在以色列就变成正常。然后正常的事情，例如为小孩庆生、去动物园、上学，这些是正常的事情，反而变成一种特权。那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为了能够在西安这块土地生存所付的代价。所以我也就越来越理解我那个时候社会学教授讲的，就是以色列的父母有一个社会契约跟这个国家，就是我把我的孩子送去当兵，我知道他是会死掉的，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可是我愿意做这件事情，我要换到的就是这个国家的安全，这就是他们的社会契约。真的就是住在这里越久，就越来越能够感觉当以色列人的不容易。因为我们也有朋友的孩子现在10几岁，你觉得他们才10几岁，他们再过几年就要当兵了。这也是为什么纪念这些巨人的付出是以色列人全体的活动，不只有在耶路撒冷，在整个以色列每一个社区都有他的纪念活动。通常晚上的时候会有，然后明天早上11点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军人墓也会有一个很大的仪式。而且在以色列也不是说他18岁当兵，然后完了以后就没事了，没有，他们每年都还要当预备兵。我刚刚说今天早上在黎巴嫩有一个预备兵死掉，就是这样，他们持续的每一年都要回去当几个礼拜到几个月的兵。然后也不是只有男生，女生也要当兵，而且女生要是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小孩的话，也照样要当预备兵。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去看以色列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唱歌。为什么要唱歌？因为他们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所爱的人。以色列真的是很小的国家，每一个人不是自己认识，就是隔一个人认识，为这个国家牺牲生命的人。
家有兴趣的话，我有做一个7天为以色列祷告的一个手册，大家可以用链接去下载。那我觉得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活在恐惧当中。如果你是这个国家的人，你知道你18岁要当兵，你知道你当兵可能会死掉，那很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说每一天你活得都很有压力。可是他们不是，他们非常的享受生命，非常的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真的可以感觉得到以色列人真的不想要战争，他们很想要有和平。刚刚唱的歌也是，他们学校会放的一个校歌，就是说，我有爱，然后我们会靠着爱赢得胜利。那在以色列有分左派的犹太人跟右派的犹太人，那基本上大家都是很爱这个国家，只是对于怎么样能够得到和平，两方的意见想法不一样，这其实很正常啦。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党还有政治理念，但是想要和平的心是一样的。那我真的是在这里待得越久，就越能够感觉得到神真的是很保守、很爱这个民族。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连结，然后下载我说的为以色列祷告的手册。那这家面包店就是之前有发生过恐怖攻击的，你看，这里也有新鲜的花纪念受害者。所以今天的影片呢，就是带大家去看8点钟警铃声响的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样的反应。结果我们的轻轨司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听到声音，所以他是最后的5秒钟才停下来，然后所有的乘客才站起来，然后最后大家补了大概半分钟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就去看亮晶晶的桥，上面有纪念的希伯来文字。然后呢，我们又去看了耶路撒冷旧城，上面有跑马灯的名单，这些名单都是在纪念为以色列捐躯的人。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纪念碑上面有特别放新鲜的花环，这些都是国家去纪念这些为以色列捐躯的受害者或者是军人。然后呢，我们最后就到了市政府广场那边，跟以色列人一起唱歌，看他们是怎么样子在歌声中来纪念他们所爱的人。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我会再把明天早上11点钟2分钟警铃声的现况分享给大家。拜拜。